发现这世上只有一种病，穷病。如果你在看这种理财视频，那你大概率是想变得有钱。但我想问你一个很少有人认真想过的问题：你为什么想变得有钱呢？也许你想辞职去环游世界，也许你想在海边开个小店，生活慢一点，也许你想让父母早点退休，不再为钱焦虑。当然，也有不少人会很坦率地说：“我就是想证明给所有的人看，说看我发达了。”要买好车、好房，坐头等舱，让别人一眼就知道我不一样了。如果你足够诚实，你心里可能也有一点点想让同龄人知道，嘿，我过得还不错。但今天我想跟你分享一个反直觉但极其重要的财富理念：当你变得有钱了，最聪明的做法就是谁也别说。那些真正低调的百万富翁，往往才是晚上睡得最踏实的人。而那些爱秀的人，反而更容易在债务、焦虑和风险里越陷越深。这不是装穷，而是一种更安静、更克制、更尊重财富的方式。这个理念有一个名字，叫隐形财富 （Stealth Wealth）。很多非常有钱的人就生活在普通人中间，你根本认不出来。他们穿普通的衣服，开普通的车，住看起来很正常的房子。那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们有能力买任何东西，却选择这种生活方式呢？大家好，我是王博士，欢迎回来。作为投资人和创业者，我每周都深度研读美联储等官方报告，把复杂的数据拆解成清晰可理解的财富判断。如果你想用 Fed 数据看清美国的财富真相，欢迎订阅这个频道，每周获取最新的数据解读。那我们先从最真实的一点讲，隐私和安全。社交媒体上原本是为了社交，但现实是它更像是一个放大器和审判器。当你晒豪车、名表、奢华的生活的时候，你其实是在向陌生人宣布一句话：我有钱，而且我不介意让你知道。现实世界的理解很简单，最快毁掉财富的方法之一就是公开宣布你有钱。因为从那一刻开始，你在很多人眼里就不再只是你自己了，而是一个潜在的资源点、提款机和目标客户。亲戚、朋友、陌生人、骗子对你的期待、试探、判断都会发生变化。你可能会说，我又不是名人，又不是球星，但逻辑完全是一样的。当你越容易被识别为有钱，你越容易被系统性的注意到。所以我非常认同一句话：如果你真的想享受自己有钱，你只需要在睡前看看自己的账户余额，知道自己拥有选择权，那就够了。你不需要把财富变成公共信息。这里给一个行动建议：翻一遍你的社交媒体，删掉或隐藏那些强烈传递“看我多有钱”的内容，用经历、感受、学习、回忆去替代。要记住，财富一旦变成公共信息，它就不再只是你的资产，而是别人的预期。第二个原因被很多人低估了，就是心理负担。你以为你只买了一辆车，但实际上你买的是开这辆车的人设。广告从来不只是卖产品，而是在卖身份。当你开始升级车、升级房、升级餐厅、升级生活方式，压力会悄悄地出现。你会开始跟自己较劲：我还能不能维持？我是不是该继续升级？别人会不会觉得我退步了？这种比较几乎一定是负面的。我的判断是，当一项消费需要你长期维护形象，它就已经不只是消费，而是一种负债。我见过很多资产很高的人，穿的普通，用的普通，也见过另一类人，豪车、名牌、全套的人设。那你猜猜谁会睡得更踏实呢？通常不是后者。因为心里的安稳感比表演式的富有值钱得多。一个行动建议是，写下你每月最大的3项开支，问自己一句话：这笔钱是为了我自己的体验，还是为了别人怎么看我？如果驱动力是外部展示，你其实是在让钱替你去换别人的目光。但谁又真的在意我们呢？那种被认可的快感是短暂的。你一旦愿意把某项开支降级，告诉自己我更在乎生活体验，而不是别人怎么看，你会立刻感到更自由。那我们来到第三个原因，很多人误以为变富是收入问题，但现实是，
真正决定你能不能进入财富上层结构的是资产，而不是外在展示。有研究拆解最富人群的终身收入来源，发现最顶层的那一小部分人，绝大部分财富来自于资产所有权的相关收入，而不是工资。换句话说，财富的核心不是你赚多少，而是你拥有什么资产，以及它是否在增长。在美国，大约59%的人无法在紧急情况下拿出$1000，积累资产根本就无从谈起。如果你只记住一个判断准则，一个人能不能积累资产，往往不是因为赚得少，而是因为生活方式从一开始就没有留下缓冲。所以，如果你把收入都花在看起来很富有上，那你几乎不可能积累真正的资产。一个行动建议是，这个月挑一个展示型的消费，把它改成资产型投入，物品会折旧，但资产会复利。对了，如果你觉得这些财务数据和案例分析对你有帮助，欢迎订阅这个频道，后续会持续分享类似的内容。好了，第4点，很多人意识不到，被低估本身就是一种优势。当别人以为你很普通的时候，3件事会同时发生：你更容易谈判，你更不容易被加价，你更少被人情和道德绑架。这不是性格问题，而是一个非常现实的社会博弈。一旦别人默认你很有钱，很多潜规则就会自动启动，报价更高，条件更硬，心里会想一句话：反正你也付得起。而当你看起来很普通，事情反而更容易回到一个公平市场化的区间。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是，不要谈任何能让别人通过拼接信息推断你收入和资产规模的内容，哪怕你没有说具体数字，别人也可以通过税、投资盈亏、现金流状态、消费习惯，把你的财务状况大致拼出来。一旦这个信息边界被突破，你的所有隐形优势都会慢慢消失。这一条的底层逻辑只有一句话：你建立财富不是为了被看到，而是为了自由、选择权，不被迫解释，不被迫证明。被低估不是失败，而是一种长期主义下的战略选择。你要告诉自己，至少对我来说，被低估是我主动愿意选择的状态。现在我们来到第5条，也是最重要的一条：高调本质上是高固定支出和高维护成本的人生模式。巴菲特在分析公司的时候，有一类公司他非常警惕，就是每年都需要很高的固定运营成本才能维持现状的公司。这种公司不是不赚钱，而是太容易把现金流消耗掉，资金压力大，公司成长的成本也很高。把这个逻辑原封不动地放到个人身上，很多人自己以为高调消费是一次性的，比如买一次车、换一次房、去一次高档餐厅、买一次奢侈品等等。但现实是，当你所谓的一次性发生的足够频繁，比如每个月都发生，它就已经不再是一次性，而是你的固定支出了。你不仅仅买了一辆豪车，而是你进入了一种必须不断升级、维护成本不断增高的生活模式。你不是住了一次好房子，而是你把自己放在了一个高期望、高比较、高压力的环境。这时候，你就像一家收入增长有限，但维护成本不断上升的公司。你的自由现金流会被吃掉，抗风险能力下降，财富积累速度被系统性的拖慢。而真正的富人往往对这一点极其敏感，他们不是不消费，而是对固定支出高度警惕。所以我的判断是，真正拉开财富差距的，往往不是投资收益率，而是一个人是否把自己的人生变成了一家高维护成本的公司。低调本质上不是所谓的美德，而是一种极其理性的财务选择。低固定支出和维护成本会带来高自由的现金流，也会带来更强的抗冲击能力，同时会形成更快的复利增长速度。很多人都想变得富有，但真正进入财富上层结构的人永远都是少数。不是因为别人不想，而是因为愿意长期忍受这种非常克制而有纪律性生活方式的人本来就很少。财富的积累不是一次决定，而是一种长期行为方式的复利。
当别人选择消费，你选择投资；当别人追求及时满足，你愿意等待；当别人忙着比较，你保持独立。这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但方向一旦对了，时间就会站在你这边。当你变得有钱，最聪明的做法，真的就是谁也别说。但可以把这个视频分享给身边的朋友。好了，今天就聊到这里，非常感谢你的观看。如果你想持续获取基于官方数据的财富解读，欢迎订阅并打开小铃铛，每周第一时间了解最新的 Fed 数据分析。祝你投资和创业顺利，我们下期再见。